庄稼生长在泥土里，然而决定它命运的却是天。比方说，老天爷给他多少日照，是给他暴晒还是给他阴霾？比方说，给他多少水，是给他洪涝还是给他干旱？比方说，给他什么样的温度，是给他酷暑还是给他严寒？这些都是关键，直接关系到庄稼最后的收成，甚至关系着庄稼的死活。还不只是这些，老天爷如果不给面子，庄稼们会生病。就说稻子吧，会得蚊枯病。好端端的一棵秧苗，就是不抽穗儿，最终什么都不是了，成了草。庄稼还会长虫子，那些疯狂的蛮不讲理的虫子，把庄稼的枝叶或浆汁当成了他们的大餐。他们挡在你的前面，把你的谷物通通吃光，通通喝光，最后你收回去的仅仅是瘪子。这些都是天的厉害。然而毛主席发话了，人定胜天。干旱算什么？洪涝算什么？几个虫子又算什么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。消灭虫子与病灾的工作交给了农药。水稻有蚊枯病吗？那好吧，那就来点叶科净。叶科净是专治蚊枯病的良药，可以说药到病除。麦苗生蚜虫了，可以用2,3乳剂去对付。棉花有棉花的办法，撒一点乐果，实在不行了，可以用呋喃丹。当然了，最剧烈最有效的农药还是敌敌畏，它有极好的广谱性，不管你是什么庄稼，不管你是什么病，不管你是什么虫子，只要你是敌人，敌敌畏，这是一个所有的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字，绝对叫你屁滚尿流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三丫手里端着的正是敌敌畏，他要消灭的不是病虫，而是他自己。用敌敌畏杀死自己，是企图寻死的乡村女人或乡下姑娘们最新的创造。比起投河来，比起上吊、跳井、撞墙、捡气管、抹脖子来，喝农药利索多了，也科学多了。一句话，省事多了，是时代的一个进步。三丫喝农药的时间是在中午，吃中饭的时候。孔素贞刚刚把碗筷放在饭桌上，大贵坐下来了，红旗也坐下来了。孔素贞突然闻到了一股不好的气味，鼻孔吸了2下，是农药。农药的气味鬼祟的厉害，像会飞的蛇，在屋子里到处吐舌头。孔素贞放下勺子，心里头突然有些阴森。四下看，三丫的房门是掩着的。孔素贞喊了一声丫，孔素贞立即又补了一声丫，蹑手蹑脚上去了，推开了，一下子愣住了。三丫正站在床边，手里头拿着一只瓶子。三丫没事一样端详着瓶子上的骷髅。骷髅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没有嘴，有的只是黑色的深邃的洞，一共是5个，而嘴里的每一对牙齿都十分的对称，安安静静的咬牙切齿。看起来三丫已经端详了一段时间了，终于好了。他把瓶口对准了嘴巴，一咕噜扬起了脖子。孔素贞还愣在那里，都没有来得及叫喊，却已经扑上去了。孔素贞一把打开了三丫手里的药瓶，药瓶掉在地上破碎了。药瓶的爆炸声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恐怖，甚至还有些闷，只是飞到远处的碎片悠扬的厉害。而农药的气味丧心病狂了，会飞的蛇即刻变粗了，变长了，成千上万，黏糊糊的塞满了屋子。孔素贞一拍屁股，跳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，这才喊了一声肉肉，我的肉哎！
王大贵背起三丫就往合作医疗跑，他的急促的脚步差不多就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宣传员，一路狂奔，一路呐喊。一眨眼，王家庄喧闹起来了。王家庄本来是安静的，王家庄本来是去寂的，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事件，一直预备着事件的发生。现在好了，事件到底来了，寂静一下子打破了，石破天惊。消息就是命令，也就是喘口气的功夫，所有的人都冲出了家门。他们在跑，许多人都在咀嚼，许多人的手上都还握着碗筷。他们冲到了孔素贞的天井，当然扑空了。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，凭借着对事态的发展无与伦比的判断，直接向合作医疗冲锋而去。在孔素贞的家与合作医疗之间，一路鸡飞，一路狗跳。王家庄沸腾了，人们堵在合作医疗的门口、窗口，竭尽全力去抢占最为有利的地形。为了能够抢占最佳的视觉角度，一个制高点，一些人甚至都爬到树上去了。最后出场的当然是最关键人物，是兴隆。人们在给他让路，兴隆一边走一边卷袖口。到了进门的时候，他的袖口差不多也卷好了。合作医疗的小屋里全是人，密不透风，几乎都没法转身。兴隆说：“把人抬到外面去。”庄稼人都是热心人，大伙儿在抢，七手八脚一起把三丫架到门外，放在了地上。现在屋子里只剩下兴隆了。他用肥皂反复地在水里搓手，他要为三丫做好洗胃的肥皂水，满满的一大盆。最终肥皂水做好了，兴隆端着盆子蹲在三丫的面前。三丫紧闭着眼睛，紧咬着牙关，不松口。从三丫坚决的样子来看，大伙儿以为兴隆要用筷子撬三丫的牙齿了。没有，兴隆有兴隆的办法，他在县里头学过的。兴隆叫人把三丫的脑袋摁住，左腿摁住，右腿摁住，左胳膊摁住，右胳膊摁住。三丫一点都动弹不了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兴隆捏紧了三丫的脖子，不让三丫吸气，然后一松手，三丫的嘴巴突然张大了。兴隆拿起预备好了的树枝，准确地塞到三丫的牙齿中间。这一来，他的牙齿就再也咬不起来了，嘴巴当然也就闭不严实了。兴隆没有立即就灌，而是捏紧了三丫的鼻子。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，只要把三丫的鼻子捏紧了，他的呼吸就只能依赖嘴巴了。为了呼吸，他就必须把嘴巴里的肥皂水咽下去，有多少就咽多少，饱了为止。兴隆有条不紊的一转眼就灌下去半脸盆。四周里鸦雀无声，人们在心里赞叹兴隆的手艺，赞叹兴隆救死扶伤的镇定。三丫被灌饱了，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三丫再也不能躺在地上装死了，要知道她的肚子里装的可都是肥皂水呀，万般的恶心。虽说还闭着眼睛，但身子坐了起来，刚直起上身就开始狂呕。听上去他的五脏六腑全是水，哗啦啦地涌出来了。黑压压的人群后退了一步，松了一口气。兴隆用他的指头在地上抠了一块呕吐物，伸到孔素贞的面前，让孔素贞闻闻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肚子里的农药多不多，气味浓不浓，这才好确定下一步的措施。孔素贞没有闻，却伸出了舌头舔了一块，把呕吐物含在了嘴里。这种时候，孔素贞哪里还敢相信自己的鼻子？女儿的性命全在这儿呢，她只肯相信舌头。但孔素贞什么也没有尝出来，自己就吐了。孔素贞又尝了一次，这一次确凿了，反而更害怕了。没有农药的味道，一点儿都没有。
照理说他的心中应当充满惊喜才对，孔素贞却没有，直愣愣地望着兴隆，不知所以，只能让南将王大贵接着唱。端方来到合作医疗的时候，大门口早已是水泄不通，全村的人差不多都齐全了。沈翠珍倒是一个例外，来了却没有挤到人堆里去，一直站在最外围的路口。他有他的心思，他在等待端方，只要端方一出现，赶紧得把他拖走。在这种时候，端方不能出现在这种地方，是非之地不可留啊。沈翠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端方他来了，沈翠珍什么也没说，一把就把他拽住。可是端方的脸已经黑了，完全是六亲不认的样子，哪里还能拽得住？端方直接往人缝里挤，附带把他的母亲也带进来了。端方的到来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然而他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，完全依靠胳膊的力量，十分蛮横地推开了一条道路。人群里一阵骚乱。端方来了，端方究竟来了？这个消息在混乱而又嘈杂的人群里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开了。黑压压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，这样的安静有它的潜台词，说明现场的每一个人对端方和三丫的事情早已是心知肚明，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嘴巴闭上，静观事态何去何从。烈日当头，人山人海，端方来到人群的最中央，在三丫的身边蹲下来了。还好三丫还是活的，端方的心里立刻就松了一口气。端方把一只手搭在兴隆的肩膀上，问：有救吗？兴隆把嘴巴一直送到端方的耳边，小声说：发现的早，可能农药还没有下肚。这个消息对端方来说简直就是绝处逢生，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，足以把端方击垮了。端方紧抿着嘴，点头，不住地点头。端方在兴隆的肩头重重地拍了两下，腾出手搭在了三丫的额头上。这个举动骇人听闻了，这个举动意味着他和三丫的秘密全部公开了，整个王家庄都看在了眼里。端方轻轻地呼喊了一声：三丫。三丫闭着眼想睁开，但是天上的太阳太毒了，三丫睁不开。但是他全听见了，是端方。他伸出手去，在半空中软绵绵的想抓住什么，端方一把抓住了。这就是说三丫一把抓住了，软绵绵的却又是死心塌地的抓牢了。三丫的5根手指连同胳膊连同整个身体都收缩起来，把端方的手往胸口上拉，一直拉到自己的跟前，摁在了自己的胸脯上。三丫的举动惊世骇俗了，可以说疯狂。在三丫死后的4、5年之后，王家庄的年轻人在热恋的时刻都能够记得三丫当初的举动，这是经典的举动，刻骨铭心的举动，不祥的举动，是死亡将至的前兆。而在三丫死去的当天，王家庄的社员同志们是这样评价三丫的：这丫头是骚，死到临头了，还不忘给男人送一碗豆腐。孔素贞虽说疯狂，但端方的一举一动还是收在眼底了。应对说，在这样的时刻，端方有情有义了，就冲他现在的这副样子，孔素贞原谅了他了。这孩子恨他恨不起来的。一抬头，目光正好和沈翠珍对上了，两位母亲的目光这一刻再也没有让开，就那么看了一会儿，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。
端方从地上抱起三丫，他要把三丫抱进合作医疗。端方疯了，一边走一边踢。这个时候谁要是挡了端方的道，那真是要出人命的。端方只把兴隆、大贵、孔素贞放进来了，别的人则通通堵在了外面。红旗也想进来凑个热闹，被端方拦住了。红旗大声说：“是我的妹妹，关你什么事？”端方想了想，还是把她放进来了。端方操起一把剪刀，塞在红旗的手上，关照说：“谁进来就戳谁。”红旗站在门口，转过身来，第一次拥有了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感觉。关键是他明确地拥有了端方这样的靠山，扬眉吐气了。红旗的样子顿时变得很凶，吼巴巴的，叉起腰，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气势。利用孔素贞给三丫擦洗的功夫，端方和兴隆在做紧急磋商，到底要不要把三丫送到镇上去，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。三丫的呕吐物里面没有半点气味，瞳孔也一直没有放大，虽说呼吸急促，但是并没有衰弱的迹象，也许只是虚惊一场。这些都是好的一面，可是坏的一面谁也不好预料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局面。人命关天，输不起的。为了预防万一，兴隆还是抢先给三丫注射了阿托品，随后吊上了吊瓶，左右开弓，一瓶生理盐水，一瓶葡萄糖。无论如何，这样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，即使送镇医院，起码也争取了时间，毕竟是10多里的水路呢。事态到了这样的光景，说简单其实也简单，只要三丫开口就行了。他到底喝了没有？一句话就有了答案，哪怕点一下头，摇一下头，下面的事情也就好办了。可是任凭孔素贞怎么问怎么求，三丫不开口，还闭紧了眼睛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孔素贞就差给女儿跪下来了。你这是跟谁犟呢，我的小祖宗哎！三丫没有喝，一滴都没有，她是不会喝的。死其实很容易，哪一天不能？只要到房承父真来带人的那一天，确定端方绝了情，再死也不晚。就算喝不上农药还能上吊，就算不能上吊还能跳河，就算不能跳河撞墙总是可以的了。你看不住的，你不能把天下所有的上吊绳都藏起来，你不能把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都盖起来，你没那个能耐。三丫这一次喝药是假的，他如果真的要死，轮不到孔素贞冲进来，轮不到兴隆在这里灌肥皂水。他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最关键的是他要做给端方看，他要端方看见他的心，他要看看自己死到临头的时候端方会做些什么，他还要做给他的母亲看，你一定要我嫁，我就一定死，没商量。可端方来了，当着所有的人，没有畏惧，他来了，这才叫三丫断肠。看起来他的心中有三丫的，就算是真的死了，值。三丫的悲伤甜蜜了，三丫的凄凉滚烫了，他就想说，端方娶我吧，啊，你娶了我这条卑贱的小命吧，啊。但三丫是不会开口的，她什么都不会说，无论是什么事，她做得来，却说不来。孔素贞都已经疯了，她死死地抓住了三丫的手，不要脸面地嚎叫：“三丫，告诉我呀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喝？”三丫闭着眼睛，就是不开口。她不能开口，她要是说出了实情，那她就是假死了。
假死太丢人了，全王家庄的人都是来看你死的，眼泪都预备好了，你却没有死，你对得起谁呢？现眼了，会给别人留下一辈子的话把子。有一件事情三丫是知道的，4、5年前高家庄的高红英就是这样丢了性命。高红英和一个海军战士谈恋爱，被人家甩了，要逼对方就喝药，禁不住医生灌肠，高红英就招供了，没敢咽下去。高红英的头从此就再也没有抬得起来。比方说，村里人有人要做鞋，需要鞋样子，刁钻的女人就会说，去找红英，人家会做样子。这样的话，哪一个姑娘能承受得起？高红英最后还是投井了。直到高红英的尸体堵在了井里，高家庄的嘴巴才放过了她，用磅礴的泪水与飞扬的鼻涕给红英送了终。商量的时间很短，结果出来了。端方说送中保镇，端方斩钉截铁了，说立即就送。三丫平躺在凳子上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端方的决定，眼泪从眼角下来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三丫的眼泪才淌下来了。三丫不能说话，骨子里是想到镇上去的，不管是真死还是假死，一送到镇上去，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三丫就是被医生救过来的人了，这一来就再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了。还有一层，正好给姓房的皮匠看看，你想娶，好，你就娶一具尸首回来吧。这一下，说不定他也就主动退了。三丫想来端方还是知道自己的心思的，他这是给自己铺台阶了，好让三丫下来。三丫就觉得自己的这一辈子也不能没有端方，越发的伤了心。端方命令红旗扛来了大橹，自己则背上三丫，叫上兴隆，匆忙上船了。王大贵不放心，想往船上跨，孔素贞却拽住了。虽说惊慌，孔素贞毕竟是个明白的女人，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苗头，多多少少放心了。看起来自己真是急糊涂了，还在这里呼天抢地地问自己的女儿，让女儿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呢？当然要送中保镇。翠珍呐，你的前世是怎么修的，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儿子来？你死了一次南将，却得到了这样一个儿子，这是佛祖可怜你了。翠珍呐，别怪我老脸皮厚，改天我到你的面前去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磕头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由着他们吧，你发发慈悲，由着他们啊。上了船，兴隆才想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忘了带了，一路上要用的。红旗很积极，抢先说我去，兴隆就让他去了。红旗笨手笨脚，用他的上衣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裹在怀里，跌跌撞撞回到了船上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不是药，没什么用，但是对于服毒的人来说，意义可就大了，毕竟10来里的水路呢。还有一点，作为一个赤脚医生，兴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，在事态重大的时候，给病人吊上水，对病人和病人周围的人来说，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吊和不吊完全不一样了。吊瓶悬挂在那儿，给人以科学、安全、正规、有所寄托、有所展望的印象，是救死扶伤的印象。端方和兴隆在拼了命的摇橹，红旗则歪在船舱，仰着头望着吊瓶。吊瓶里有意思了，有气泡，一串一串的，仿佛鱼的呼吸。如果这样的气泡出现在池塘，下面必定有鱼，是鲤鱼。这一点红旗是可以肯定的，2、3斤的样子。依照红旗的经验，
肯定不会是鲢鱼。鲢鱼的嘴巴大，性子急，远不如鲤鱼那样安定，所以它的气泡就不是这样。红旗几乎已经看到那条鲤鱼了，顺着气泡往下找，他的目光经过平静滴管，最后落实到在了三丫的手臂。原来不是鱼。红旗望着三丫的手，突然想起来了，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吃过药呢，还没有打过针呢，更不要说打吊瓶了。打吊瓶，这实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，不知道是怎样的福。红旗没想过是甜的还是酸的，是辣的还是咸的，红旗一点把握也没有。红旗歪在中舱，想着他的狗头心思，慢慢的在大太阳的底下睡着了。老实说，兴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脸面上，而是却不过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。作为一个医生，他不好把话说死了，其实有数得很。三丫不碍事的，他呕吐出来的气味在那儿呢。如果不是三丫这样折腾，这会儿他一定上床了，睡觉了，他只能指望中午的这一觉了。夜里头1分钟也别想睡，这些日子父亲的动静越闹越大，越闹越吓人了。刚刚上完了吊，头上的伤是好了，可别的动静又来了。大白天他是蔫着的，没什么事，一到夜里吓人了。他的精神头来了，拿着一把手电，到处照，到处找，嘴里头还念叨：天井里照一照，床底下照一照，门后面照一照，八斗里照一照，打开站柜的门，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。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，一次又一次的起来，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的照过去，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。夜深人静的，那些陈旧的木梁和船子是不能照的，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，有了恐怖的迹象。不害怕也害怕了。他照什么呢？他找什么呢？也不说。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，不仅照，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菜刀，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。不是老鱼叉杀气腾腾，不是的，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鱼叉杀气腾腾，他要防范，护住自己。这一来，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，要对老鱼叉下手。这日子还怎么过呢？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，老鱼叉又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。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，一把夺过了老鱼叉的手电，反过来照亮了老鱼叉。老鱼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，直哆嗦，手一软，菜刀掉在了地砖上。深更半夜的，突如其来的，菜刀在地上颠了4、5下，你说吓人不吓人？老鱼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的狰狞，僵在那儿，悬浮在半空，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，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，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。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，蓝油油的，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。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，真是又可怕又可怜。老鱼叉嗫嚅着下嘴唇，问兴隆：你是谁？兴隆跨上去一步，踩着菜刀，把手电筒反过来了，照亮了自己的脸庞，说：爸，我是兴隆，兴隆啊！老鱼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，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，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，认出来了，是兴隆，是他亲生的儿子。老鱼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，说：兴隆，家里藏着人，家里头有人呢，赶快抓住他，把他劈了。老鱼叉的话把兴隆弄得汗毛直竖，却不敢乱，只能加倍的镇定，说：家里哪有人啊？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啊！老鱼叉急了，非常急，咬紧了牙关，
脑袋咬得直晃，口齿含糊的，却又十分坚决地告诉兴隆：家里头有人。作为一个赤脚医生，兴隆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，真是羞于启齿。说他疯了吧，他没有，天一亮他就安好了，太太平平地坐在角落里，说话办事都有他的步骤，说明他的脑子没坏。说他没疯吧，也不对，深更半夜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，躲在床底下，躲在箱子里，躲在墙缝里，躲在屋梁上，躲在箩筐里，躲在锅里碗里，躲在鞋里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、屁眼里。总之，躲在一切幽暗的、难以被阳光照耀的地方。兴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也不能叫太阳不下山吧？东方一定要红，太阳一定要升，这不是3年5年才来一次的事情，更不是10年8年才来一次的事情。它一天一次，年年有，月月有，天天有，谁也挡不住，真是要了人的命了。老于叉没有病，要说有，哪只能是夜病？他的病就这样和黑夜捆绑在一起了，成了黑夜的一个部分，和黑夜一样无头无绪，和黑夜一样无边无际，和黑夜一样深不见底。这个病对老于叉来说是致命的，对兴隆来说夜一样的致命。只要天一黑，家里的那个人就变得非常巨大、空阔、浩瀚，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。一句话，无所不在，无孔不入，如影随形。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他是谁？老于叉不说，兴隆问过无数遍，老于叉就是不说。兴隆坚信，只要把那个人问出来，天就亮了，父亲的病就好了。好几次兴隆想严刑逼供，他做好了老虎凳，但是兴隆忍住了，不敢。对父亲他还是怕。老东西的手有多毒，兴隆和他的哥哥是一路领教过来的。兴隆就没见过比自己的父亲还要六亲不认的人，除非把他打死，打不死，他一旦缓过气来，一准能要你的命。还有一点，兴隆也没有把握，用老虎凳来对付自己的父亲，究竟有没有用？兴隆没把握。知父莫如子，老于叉这个人，兴隆是知道的，他有亡命的气质，磅礴的血性，越挫越勇。你问不出来的，越打他越犟，越疼他越是守口如瓶，弄不好就收不了场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天天的，一家子的人谁也耗不起呀。兴隆真的是困得厉害，他只想像红旗那样平躺在船舱里，好好的睡上一个囫囵觉，5分钟也是好的。兴隆不能，主要是不好意思，好歹是在救人，他一个医生睡在病人的旁边，要天打五雷轰的。那就闭上眼睛吧，手脚可是一点都不敢松。红旗已经醒过来了，他端详着桅杆上的吊瓶，已经是好大的一会儿了。他在等这一瓶的盐水干净了，好亲手换一次吊瓶，过一把赤脚医生的瘾。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，也许就只有这一回了。三丫的不安就是在红旗换上吊瓶之后出现的。兴隆并没有在意，三丫突然动了几下，似乎是不好意思打搅端方和兴隆，又安稳了。后来三丫轻声说：“端方。”端方也没有听见，
等端方听见的时候，三丫的表情已经相当的痛苦了，眉眼和嘴角都变了形，情势急转直下。三丫的状态说变就变，端方一下子发现三丫的嘴唇乌紫了，嘴直张，张得极其大。端方失声喊道：兴隆，兴隆！而三丫的小肚子却开始打挺了，她的嘴巴就那么张在那里，一口气就是上不来，只能拼了命地瞪眼睛，瞪得很大很圆。嘴里似乎也衔了一样东西，是一句话，是一句什么要紧的话，想说说不出来。端方跳上去，一下子就把三丫搂住了，感觉到三丫正在努力，是最后的一丝力量。这股力量全部集中在三丫的腹部，她反弓起背脊，再往上顶，全力以赴。她渴望顶住什么，可她的眼神似乎顶不住了，有了妥协和放弃的迹象，在望着端方，那是最后的凝望。显然三丫已经竭尽了全力，身子松了一下，就一下，全松了，最终落在了端方的胳膊上。骄阳似火，三丫的身子却冷了，火焰一样的阳光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基本局面。端方一直把三丫搂在自己的怀里，两只眼睛痴痴的，不知道朝哪里看才好。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滴管上，顺着滴管，端方的目光爬了上去，一直爬到吊瓶。端方望着吊瓶，突然却把三丫放下了，直起了身子。他把吊瓶从桅杆上取下来，看仔细了，是汽水。端方拿着吊瓶开始喘，喘了半天，这才想起来拿眼睛去寻找兴隆。没想到兴隆早已经盯着端方了，端方的眼睛红了。兴隆后退了一步，胳膊和下巴全挂下了，也在喘。小船停下了，漂浮在河的中央，后面挂着一条大橹，水面上安静的一点涟漪都没有。红旗望着他们，端方盯着兴隆，兴隆也盯着端方，只是船。红旗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红旗永远不会知道了。最后还是端方先有了动静，他伸出胳膊，把吊瓶敲碎了，丢在了河里，一个又一个，咣叮咣当的，全部丢在了河里。兴隆的两条腿一软，咕咚一声，瘫在了船板上。